Hello，宝贝们，这一节课的话，我们来给大家讲解的是，水彩的控制水分啊，我们去练习线条应该怎么样去练习？那我们在真正开始操作款式之前，我们先要能够自如的操控水彩，可以画出细的线条，可以画出粗的线条，可以画出这样的，我们有给大家列举出来啊，直线、曲线啊，分粗细。能做出透色的，那透色的话，我们举例可以做格子，对吧？曲线的话，做出透色的可以做飘带。那由此延伸出来，直线条我们可以去画大理石纹，曲线条我们可以说去操作这样的山水画啊。那首先来说啊，我们先从这个直线条开始啊。之前的话，我们有给大家讲解过。在纸张上去练习和在我们的甲面上练习是不一样的，对吧？因为甲面的话，它首先吸水能力和显色度，再其次它的风干速度，还有就是甲面它是有弧度的，但我们的纸张上没有弧度，对吧？我们的甲面上的话呢，它是面积是有限的，但是纸张确实可以是很大啊，也很宽广的一个面积，我们可以大刀阔斧的随意去画，但是它在指甲上是不行的。所以我们练习的时候啊，我在教宝贝们的时候的话，我就是在纸张上啊，不在纸张上，在这个指甲上面去操作啊。然后我们宝贝们，我在操作这个线条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大家可以说是去截图啊，然后自己去练习的时候达到跟我的一样的状态就可以了。首先第一个，我们按照这个顺序去走啊，就是直线当中的这个细线条。这一点的话，我们再用彩绘盘去给大家操作一下啊。还是这个蓝色吧，这个是我们在前2节课程当中啊，有给大家去取这个颜色的时候有留下来的这个颜料，直接到这个上面去用了啊。它这是已经风干之后的了，然后我们去适当的洗完笔之后取一点点水啊。那去做直线条的话，我们就不一定要讲究说非要取渐变色了啊，稍微揉一点点颜色，甚至说到这个里面来蘸一蘸，对吧？或者说再到这个上面来抹2下啊，看一下它的浓度。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调色盘当中，你是能判断出来颜色的浓度的。那这个时候颜色就肯定是透的，然后再深，再更深，对吧？想要再深的话，就再往里再加一点点浓色就可以了。然后画细线条的，首先它的重点是什么啊？就是我们笔中的含水量要少，然后的话再去画出来线条的时候啊，你的手肘啊，就是我们这个手肘要给它找一个支撑点，它在桌子上肯定是这样的，就跟我们画彩绘的线条是一样的，先给它撑在桌子上，2个手肘都是这样的，然后要有一个支撑点以后，我们这2只手啊，尤其是右手去下笔的话，我们就把右手的小拇指抵在左手上面啊，这样的话你下笔的时候手才会不稳啊，这一点是其中是非常重要的，这样的话才不至于说你的线条画成曲线。其次我们把笔落下来，笔尖去走颜色，这样它画出来的线条才是细的，看到吗？这样的一笔直线下来啊，大家可以把我的这个直线去咔嚓一下要达到这种相对于均匀的一个状态，颜色首先比较均匀，然后呢画出来的粗细也是比较均匀的啊，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如果说我们想去画更细的线条可以吗？是可以的啊，但是这个点的话就基本上来说我们在体现的非常少啊，其实就是用笔尖这几根毛啊可能去画，然后下笔很轻很轻啊。水彩的话呢，不要讲究于它的颜色是能否画出那种非常均匀的啊，它呈现出来的颜色多少都会里面会带有一点点深浅不一的感觉。等它自然风干以后的话呢，是看不太出来的啊，或者说我们就要保留它上面这种感觉啊，这个稍微有一点点弯曲哈，因为中途的话。我又稍微去抬一下下笔啊，这样的，其
其实能画到这种程度基本上就可以了啊。水彩再细，它颜色首先来说是没有彩绘胶画出来那种颜色那么又细，然后颜色覆盖力又强的，因为水彩它就是透的啊，所以我们要画成这种效果就可以了。然后粗线条的话啊，就是我们首先姿势都是一样的，但是下笔就是微微要稍微往下压一点点啊，稍微把笔这样压下去一点。画到这儿的时候，我们收笔的时候，它很可能会有小水滴，那这种时候用笔尖把这个水滴往下带一带，啊，它会这样。然后在我们下笔的时候，它颜色可能会，不够粗，我们再描一下啊，来到这个位置上，稍微这样去描一下，可能说再走一遍这个线条，它呈现出来相对于就是一个比较粗的线条了。然后记得老师说的，它颜色里面不要追求它是非常均匀的啊。水彩做不到，就是说我们在画线的时候，它颜色完全是特别均匀的，它里面就是会留有这种水痕的。好，我们再来画一笔啊，就是你看它下笔的这个方向，我侧面去给大家画一下啊。呀，这个还挺有挑战性的，你能看到这个位置啊，我再去从侧面去看，能看到我下笔的一个方向，然后不要太快的从上到下去走啊，一定说稍微慢一点，这样啊，这样的一个角度，画细一点的话，基本上是这样的角度啊，再往下压一点点笔画这种。那如果说是我们再去画出格子啊，说透色的格子得是什么样的呢？其实就是颜色，我的取水量来说稍微多一点点啊，比刚才我们去画这几样的时候，颜色要水量要稍微多一点点，然后揉颜色揉的偏少一点，这个时候它颜色就是透色了，对吧？透色的情况下，我们再去画出来的时候，画格子一般来说它都是比较宽的，我们先把这个宽度可以先给它找出来，然后把这个颜色往下去赶，然后先画一笔这个粗的线条啊。画出一侧是比较粗的这个线条，然后再画这一侧，把它颜色再赶下来，把另外一边，你看你要画到多宽，把另外一半边描出来，然后中间颜色有特别不均匀或者有水珠的地方，再给它往下带一下，这种感觉就可以了。这个就是颜色偏透明一点，我们再去画格子的时候需要用到的。然后啊，通常如果我们是去练习水彩的格子的情况下，你就画到这个程度，这个就可以了啊。大家也可以是拿去咔嚓一下，这个程度就可以了。然后我们画横线的话怎么画啊？就这种透明的，画横线的话就这样，也是同样的方法，先给它赶着来。但是水彩因为它笔毛是非常柔软的，弹性很大。那如果说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不适用于什么？从头一笔画到尾的，画直线，画其他几个也都是。我建议大家可以先画到一半的位置，或者先画1/3的位置，然后停笔，去把指甲摆正，从正面再往过再走，走到这个位置上来，然后再去收笔啊，收笔慢慢去收啊，不要突然之间这样一下子有的时候就撇过去了。然后啊，画到这侧的时候，再把这个指甲往这边转啊，再去顺过来，看这样的啊。然后就是先把上面这半部分画出来之后，我们再把下半部分这边画出来。笔上的水分有一点点少的时候，我们再到这个上面去填两下哈，然后稍微去量一下颜色。做水彩的格子的话，建议大家是这一层颜色完事之后，我们去也就竖线完事之后，涂一层磨砂封层。隔断一下，然后再去画第二层啊。我有一个典型的例子，一会儿给大家拿过来看一下，就是我用水彩的白色做出来的格子，这样的一个效果啊。因为如果你不去隔断的话，它就会把你的第一层颜色，也就是我们画竖线这个位置给它蹭掉。但如果说中间你隔断一层磨砂封层，它会给你的感觉是既是透明的，然后又是罗列在一起的，它是交叉的感觉啊。我给大家看一下，来看一下啊，是这样的，你看它是这种罗列在一起的，对吧？我们除了这种横线、竖线，它也可以画成这种倾斜的线
对吧？就是一样的一个效果啊。假如说你想让它呈现出来是这种感觉，这个的话我们也可以是按照渐变色的一个做法啊。一会儿我给大家来呈现一下。我们先可以去把这个咔嚓一下哈，然后老师把它擦掉。好，擦掉渐变色的格子哈，这个也是我突然间想到的。这我就不擦彻底了，这么地吧。来啊，先把颜色洗掉，因为它是白色底儿啊，所以我用蓝色大家看的会比较清晰。啊，把水都这个笔上的颜料洗干净啊，也给它弄干净之后，稍微取一点点这个水分哈，然后咱们去取渐变色。这样去取啊，取完之后的话，我们去给它倾斜着画一下啊，斜线嘛，这不相当于是，对吧？这个我们就要延伸出来啥呢？大家通过这个渐变色啊，你能会画这个线条了，宝贝们，你们就可以去画晕染的大理石纹了。啊，只不过就是排列布局，现在我们还没有讲究，不知道怎么样去画。但是这个线条你能画出来的话，你就离这个可以做这种晕染啊就不远了哈。然后啊，我们给它反向操作，这一边再去做渐变色啊。这样你画出来的格子它是什么感觉呀？两边深，中间浅，对吧？中间透啊，这个感觉，它这个出现的效果就非常有质感。我在做格子的时候，我们用白色啊，做出这个效果的话非常好啊。咔嚓一下哈。另外一个角度的话，我们也来一下这一边的啊，这边我就不去隔断磨砂封层了啊。我们去练的时候，你可以说稍微隔断一下。我们练习的时候建议大家就是找几个这样的白色的甲片啊，可以是角质甲，面积大。角质甲片面积大，可以随便练，随便画，画完擦完再画啊。觉得自己练的有比较成功的地方，你们可以说这个就留下来啊。这个都是我们日常练习的一个进步的点，对吧？我们可以把它留存，看着自己一点一点的变得有进步。画到这个步骤，其实我们应该停一下啊，停一下之后再走，要不然一口气儿画到边缘容易跑偏。这样一个渐变的格子，就是两边重，中间颜色浅，就是你会取渐变色了之后，这个格子就会画了，格子会画了，随之而来的就是大理石纹的那个纹路，你也会画了。好，然后这个大家可以咔嚓一下啊，然后我把它擦掉。教大家画曲线，洗下笔啊，下笔，然后你看这边这个颜料，你看这个是我前一节课去取上来的这个啊，那这个时候颜料其实变得挺浓的了。就是要不是咋说，我们这个笔它能吸附上来的颜料特别多，按照我这个方法的话，咱能节省了很大一部分的颜料啊。它那这个颜料你就可以用特别久，可以用很长时间。来啊，我们给它画出这个曲线的时候，也是先画细线，对吧？细线我们可以去怎么画啊？曲线它通常来说，我们可以是画的大一点。这样的一个，这个叫做曲线，对不对？对吧？这样叫曲线。然后说边缘，你要是画粗的地方，水彩在纸张上操作就不如在指甲上，这一点好啊。在指甲上，就是一旦操作错了，咱可以改，在纸张上没法改。可以擦掉嘛，对吧？然后说，我们还可以说画什么样的线条啊？比如说像是相反的方向，
先画细一点的。这个是细线条啊，然后更细的，更细的话，我们就是下手要更慢，要更稳了。这样的啊，然后你可以画到一半的时候停一下，停一下之后再从其他地方稍微给它衔接一下，然后笔尖这几根毛去找一找它的位置啊，衔接一下，可以了。然后粗线条，粗线条稍微压一下笔，是不是？稍微压一下下，然后这样去画。衔接一下啊，就不是说一口气儿画到底儿那种感觉，这种感觉啊。然后的话呢，它可以是这样的曲线，它当然也可以是什么样的曲线呀？可以是这样的曲线，对吧？就是我们可以自由的去操控这支笔啊，你可以让它行走的方向啊是不一样的，然后也可以说是突然粗，然后又收起来，细一点点，再细一点点，对吧？粗一点，细一点，细一点，再粗一点，这种感觉啊，就是各种曲线。然后的话呢，假如说我们要做这个，实际上啊，它可以做什么？可以做飘带，对吧？好，然后我们把它擦掉了啊。擦掉之后的话呢，曲线的一个实体训练的话，我们就是用它，还是用渐变色啊。它的一个举例的话就是飘带啊，飘带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例子。好，看一下这个款式啊，这个款式我们在这个里面加入到的白色的部分。除去它上面这个颜色非常实的白色线条，底下透的部分是水彩啊。所以说的话，你看我画上去的时候，其实画上来它还是有水痕的，但是完成之后的效果其实并看不清，因为它是透透的效果。然后我们再到这个上面结合着，我这个是用拉丝胶去做的啊，所以结合着这个实色的线条，它就会有一种那种前后呼应的一个感觉哈，就颜色效果呈现出来就非常好看。你看我这个格子上面这个细细的线条，它也是拉丝胶啊。这个过后我们会在这个彩绘的这个篇章当中去给大家呈现这两种的一个具体从头到尾一个操作的画法啊。那我们这个的话格子呢，你首先需要这个飘带啊，首先还是我们需要先把渐变色取出来，把笔洗干净之后水分吸走，对吧？然后到这个上面来蘸一蘸水分，取一下渐变色。然后我们需要学会的就是这两种方向感，一个是这样去给它压在甲面上啊，然后一边去画的同时是给它往下出这样的圆润的线条，要注意它的方向啊，就是甲面如果不是很大的情况下，我们就稍微要控制一下它的这个弧度不要太大。然后画到这一半边的时候也是这样去画的时候，因为它不是格子，它是一个曲线的，那这个肯定是往这一边去走的，对吧？我们让它呈现出来一个线条是，整个那飘带是中间鼓一点，两边是收窄的啊，这样一个现象，对吧？然后的话，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方向啊，你只要会练习到这两个方向就可以。然后底下这一笔的话，我们也可以是去练习这样的曲线，是不是啊？这样的曲线线条啊。然后这一边的曲线线条，这样的一个效果啊，这个就是一个飘带的画法啊，大家可以咔嚓一下哈。好，擦掉了。然后它的还有一个曲线是什么？就是我们画山丘啊，山丘的话，其实它也是一个曲线，对吧？就是我们也是取渐变色。取到一个这样的颜色，然后你能学会到把一个线条啊，从中间顶峰的位置往下去走这个线条，然后这一边顺着还是我们起笔在哪里啊？第二次落笔还在哪里？然后这样去给它往下去，看
画出这样的一个形状出来，就是要像一个V 字形倒过来的 V 字形，对吧？呈现出来是这个效果啊。我们就会画这几样的话，你的线条就可以控制的很自如了。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再进行去往后去做一个绘画啊。好，剩下的内容我们接下来再通过接下来的课程再去给大家呈现。这节课就到这里啦，拜拜。